我是小 M，每天都在宇宙中冒险，寻找属于我的故事。我有故事，你有订阅吗？苏谨言步入李天一的工作室，这是一个充满创意和灵感的空间，墙上挂满了各种艺术品和设计草图，窗外是城市的天际线。他的脸上带着一丝紧张和期待，这是一个重要的会面，将决定他未来的命运方向。李天一迎了上来。两人熟悉的握手和微笑掩饰不了内心的紧张气氛。他们坐下后，李天一直接切入正题：谨言，这次的计划需要极大的谨慎和精确的操作，你准备好了吗？苏谨言点了点头，他的声音坚定而有力：我准备好了。天一，这不仅仅是为了公司，也是为了我们所有人的未来。我们需要这次计划成功。李天一打开了他的笔记本，展示了计划的各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接近刘雨辰，确立苏谨言在他心中的位置。计划包括在刘雨辰出席的多个社交场合中巧合的遭遇，以及透过共同的商业利益引起他的兴趣。我们已经收集了刘雨辰的一些基本资讯和兴趣爱好。李天一翻阅着笔记，他对艺术和科技特别感兴趣，这将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切入点。你需要在这些领域展示你的知识和热情，让他看到你不仅是一位美丽的女性，还是一位有深度和智慧的合作伙伴。苏谨言听后认真记录，他知道每一个细节都至关重要。李天一接着说，你的第一次偶遇将在下周的艺术展开幕式上，刘雨辰确认会出席。我们将安排一切看似偶然的相遇，为你们的交流创造自然的机会。随着计划进一步的深入，他们讨论了潜在的风险和应对策略。苏谨言的角色不仅仅是引诱刘雨辰，更要让他信任他，信任到可以将商业秘密和未来计划向他透露。这需要他展现出超出常人的情商和智商。记住，谨言，李天一最后说，这场游戏中，情感是最难控制的因素，你必须保持警觉，不能让自己陷入其中。会议结束时，苏谨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的眼中闪过一丝坚定的光芒。他知道自己肩负的不仅是公司的未来，也许更多的是对自己的考验。他站起身，坚定地向李天一伸出手。天一，谢谢你，我知道这不容易，但我准备好了。那天晚上的艺术展览开幕式在城市的一家著名画廊举行，这是一个展示当代艺术家作品的场合，吸引了许多商业精英和艺术爱好者。苏谨言在家中精心打扮，选择了一件简洁优雅的黑色晚装，既符合艺术展的风格，也展现了她低调而精致的品味。苏谨言提前到达了展览现场，她轻巧地在各个展品前停留，偶尔与熟人交流几句，但她的目光不时扫过入口，等待着刘雨辰的出现。根据李天一提供的资讯，刘雨辰对艺术有着深厚的兴趣，这使得这次偶遇看起来自然而合情合理。终于，刘雨辰出现在入口处，他穿着一套合身的西装，气质从容。苏谨言注意到他进入展厅的那一刻，心中暗自点头，依计划开始行动。他绕到一幅引人注目的画作前，假装专注的观赏，正好在刘雨辰路过时轻声评论画作的技法和色彩运用。刘雨辰听到旁边有人谈论，便好奇地靠近了些，这是他所熟悉的话题。苏谨言感觉到有人站在他旁边，便转过头来，装出一副惊讶的表情。哦，不好意思，我没注意到你。你对这幅作品有何看法？他的声音柔和，带着一点专业的探寻。刘雨辰微微一笑，回答了他的问题，并表达了对画作的欣赏。两人很自然地聊了起来，谈论住展览中的其他作品。苏谨言展现出他对艺术的理解和见解，刘雨辰对他的知识和见识感到惊讶。他们的对话逐渐由艺术话题延伸至更广泛的文化和个人兴趣。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谨言和刘雨辰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逐渐熟悉起来。在苏谨言的巧妙引导下，刘雨辰开始分享他对艺术的热情，以及如何将这种热情融入他的商业事业。苏谨言听得津津有味，不时提问或发表意见，使对话充满了互动和深度。展览结束时，刘雨辰在分别前主动提出，今晚的交谈非常愉快，希望还有机会能再深入讨论。苏谨言含笑点头，内心深处的一丝得意被他巧妙地掩饰了起来。
苏谨言离开画廊后，立即给李天一发了一条消息，告知他计划进展顺利。他知道这只是美人计的第一步，但初步的成功给了他更多的信心和动力，继续推进这个复杂而微妙的计划。他的心中清楚，每一步都要谨慎而精确，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在成功的初次偶遇后，苏谨言与李天一再次会面，讨论下一步计划的具体实施。李天一分析了目前的进展，指出苏谨言已经成功引起了刘雨辰的兴趣，这是深化关系的良好开端。他建议利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安排更多类似的不经意相遇，并在不引起刘雨辰怀疑的前提下，逐步增加彼此的互动。苏谨言听取了李天一的建议，开始策划与刘雨辰在不同社交场合的相遇。他利用自己的社交网络了解刘雨辰即将参加的活动，并选择那些他也可以自然出席的场合。在接下来的几周中，无论是慈善晚宴、商业论坛还是艺术展览，苏谨言总能恰到好处地出现在刘雨辰的视线中。每次相遇，苏谨言都精心准备话题，从艺术评论到商业策略，每一次对话都巧妙地展示他的智慧与魅力。他总能引导对话到刘雨辰感兴趣的领域，进一步加深他对他的好感。随着交往次数的增加，两人的关系逐渐由表面的友好进展到深层的交流与分享。在一次商业洽谈的酒会上，苏谨言偶然与刘雨辰讨论起市场趋势对当代艺术投资的影响。他展示了自己对市场动态的敏锐洞察，以及如何将艺术热情与商业实践结合的能力。刘雨辰被他的见识和专业打动，他们的对话从商业延伸到个人投资的见解，最后甚至分享了对未来的期待与梦想。苏谨言在李天一的协助下，逐步在刘雨辰的心目中树立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形象。他开始依赖苏谨言的见解做决策参考，并频繁地邀请他参与他的社交活动。每一次的相处都无形中加深了他对他的信任和喜爱。然而，正当一切看似顺利进行时，苏谨言的内心却开始出现波动。他在享受与刘雨辰的相处的同时，对于自己的行为和计划的正当性感到矛盾与困惑。他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真正被刘雨辰的人格魅力所吸引，这超出了最初的计划范围。这种情感上的波动让苏谨言感到挣扎，他开始质疑自己的动机和行为的后果。在一个寂静的夜晚，他独自在阳台上凝望着繁星，内心的挣扎如同夜空中闪烁的星光，难以捉摸。他知道自己需要做出选择，但这一选择将会影响到他和刘雨辰的未来。随着苏谨言和刘雨辰之间的关系逐渐加深，苏谨言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抗拒对刘雨辰的真实感情。每次与他在一起，他都能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归属感和安全感，这让他对自己的计划感到深深的内疚。刘雨辰的真诚和对他的关心逐渐撼动了他的初衷，他开始质疑自己当初决定参与这场计划的正当性。一天晚上，苏谨言在他的公寓里独自反思，他回顾了与刘雨辰相处的每一刻，从专业的讨论到私人的分享，每一次深入的对话都让他更加确信刘雨辰是一个值得信赖和尊敬的人。然而，每当他想到自己的动机，心中就充满了痛苦。他害怕当刘雨辰最终发现他的真实目的时，这一切美好的时光将化为泡影。这种内心的挣扎让苏谨言感到疲惫不堪，他开始减少与李天一的联系，尝试独自解决这个问题。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他在图书馆偶遇了一位心理学专家的讲座，讲者谈到了道德困境对个人行为的影响。苏谨言被讲者的话深深吸引，他开始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希望能找到处理内心冲突的方法。在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下，苏谨言开始了自我探索的旅程。他学会了如何面对自己的情感，并试图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意识到，他真正渴望的是一段没有欺骗的纯净关系。他决定，一旦时机成熟，他将坦白一切给刘雨辰，无论结果如何。某个周末，苏谨言与刘雨辰一起参加了一个慈善活动。在活动结束时，他鼓起勇气，邀请刘雨辰到一个安静的咖啡馆谈话。心跳加速的他坐在刘雨辰面前，深吸了一口气，准备揭开自己心中的秘密。他的坦白不仅是对刘雨辰的一次考验，也是对自己的一次解脱。这一刻，无论未来会怎样，
苏谨言已做好了面对一切后果的准备。他知道，这可能意味着他将失去刘雨辰，但他更清楚，只有真诚和坦白，才能让他的内心得到真正的安宁。这集故事到这边，我们下部影片见。按赞是美德，分享是快乐。